大家好，我是 David。如果您最近有在关注新闻，可能有种感觉，油价涨、物价涨，科技公司裁员消息没停过，房贷利率也还在高档。那么很多人会猜湾区房市是不是快撑不住了？房价应该跌了吧？但有趣的是，当我们打开最新的市场数据，看到的不是崩盘，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湾区现象。那就是当有些人在担心市场下跌，另外一些人却在抢房子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2026年5月份最新湾区的房市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首先从全球大环境开始，今年最重要的黑天鹅事件之一就是伊朗冲突造成的能源市场震荡。从2月底以来，原油价格一度冲上每桶$120以上的高位，虽然最近因为和平谈判的消息有所回落，但油价仍是远高于冲突前的水平。能源成本上升让市场再度担心通膨的问题，因为通膨一旦升温，联准会就很难快速降息，这让房贷利率持续停留在 6% 以上的区间，很多买家原本期待的低利率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实现。另一方面， AI 革命正在重塑科技产业。过去1年，许多大型科技公司持续透过 AI 工具提升效率，重新调整人力配置与组织结构。这使得不少家庭开始重新思考，现在是不是买房的时机，是不是应该多保留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。这种保守心态正在影响房地产市场。那么实际市场数据又如何呢？截至今年4月，东湾整体待售房屋数量约为2283户，相比去年同期的2757户减少约 17%。 换句话说，今年市场上的房子比去年少了将近500户，供给依然偏紧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在供给下降的同时，市场成交的动能并没有明显的降低。4月份房屋成交数量从去年的1311户增加至1326户，显示买家需求依然稳定。价格方面，东湾中价位房价从去年同期约 116.8 万下降至 110.8 万，跌幅约为 5%。 因此目前东湾市场既不是典型的卖方市场，也不是明显的买方市场，供给不足仍然支撑着房价，但买家对价格与房屋条件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。接着我们来看看东湾各城市的表现。如果您去年一直在等待市场崩盘，今年可能会失望了。以 Albany 为例，中位房价从去年同期的 118.5 万上升至 157.5 万。 Newark 与 Alamo 的房价年增幅也超过 10%。 Fremont 则是依然维持在历史高位附近，但另一边 Union City、Pleasant Hill 及 Lafayette 等城市则是出现1到2成左右的价格调整。换句话说，东湾市场最大的特征已经不是单纯的涨或跌，而是城市之间价格差距正在快速拉大。学区优势明显，交通便利，地段成熟的房子依然受到买家的青睐，但条件相对普通的房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销售，也给买家提供更多的议价空间。如果说东湾呈现的是高度分化的市场，那么南湾依然是整个湾区资金最集中的核心城市。截至今年4月，南湾待售房屋数量约为1253户，相较去年同期的1112户略有增加。房屋成交的数量则由834户小幅增加至837户，整体市场仍然维持在相对健康的水平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南湾个别的城市，这里依然是全湾区表现最强劲的市场。Mountain View 中位房价从255万跳升至327万，涨幅超过 28%。 Palo Alto 则是从350万上升至413万，即使在高利率的环境下，这里仍然维持着近2成的涨幅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在矽谷，真正有实力的买家很多并不依赖房贷，他们可能来自 AI 产业、新创公司、
上市企业或高阶管理层。对这些人而言，核心地段的稀缺性与优质房源会比房贷利率更为重要。当供给有限的时候，也会使得这些买家更愿意出手。我们注意到这里部分高端城市价格出现下调，例如 Milpitas 房价下跌约 24%， Los Altos Hills 与 Los Gatos 也出现明显回调，相信是由于房子本身品质、格局与条件差异以及有限的房源数据所导致的，不能单纯视为市场的走势。一般而言，高收入族群与科技产业带来的住房需求仍然支持着这里的房价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库存，很多城市待售房屋数量其实比去年同期更低。以东湾为例， Castro Valley、Berkeley 以及 Orinda 都有接近甚至超过40%库存下降。南湾大部分城市也没有出现大量抛售的现象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很多屋主在过去的低利率时代已经锁定了 3% 左右的超低房贷利率，对他们而言，现在卖掉房子再重新买新房，等同于放弃了如此优惠的房贷利率。因此，除非是因为工作上的变动、家庭需求或者人生规划的改变，必须出手现在的房子，否则大多数人宁愿选择继续的持有。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供给始终难以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。如果您能看到这里，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些帮助，麻烦动动您的小手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支持一下。那么接下来夏季市场会怎么走呢？我认为有3个重点值得关注。第一，油价地缘政治发展。如果中东局势能够缓和，通膨压力就有机会减轻。第二，联准会的利率政策，市场仍然期待未来可能出现降息空间，这将直接影响购屋的意愿与市场信心。第三，也是影响湾区最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科技业的就业市场。如果 AI 产业持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，那将继续支撑湾区核心地段的房价与购屋的需求。总结一句话，2026年的湾区房市最大的特色不是全面上涨，也不是全面下跌，而是不确定性与机会并存。高利率、地缘政治以及科技产业的变化，确实让许多买家选择暂时观望。但从我们今天看到的数据来看，市场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。有些地区正在调整，有些地区依旧维持成长，而那些优质房源依然面临激烈的竞争。事实上，房地产市场的机会往往不是出现在所有人都充满信心的时候，而是出现在大多数人还在犹豫的时候。对准备好的人而言，市场的不确定性未必是风险，也可能是重新布局与创造机会的开始。真正决定房价的不只是利率，而是供给、就业、市场需求以及地段本身的价值。您认为接下来的半年，湾区房市会往哪个方向走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我是 David， 我们下次见。